NASCAR 人他们的语言是什么，他们为什么会画出那些很奇特的图案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。亲近自然，简单生活。我们是生活在加拿大的露露和 Michael。在过去2年，我们背包徒步了300多公里，在帐篷里面度过了超过100个夜晚。我们也自驾3万多公里，探索了50多个城市，记录了一点惊喜与感动。这一次，我跟露露来到了古印加文明的发源地，拥有亚马逊雨林，被誉为徒步天堂的秘鲁。让我们一起体验南美的异域风情，品尝地道的秘鲁美食，徒步50公里，重走印加古道，去寻找那失落的天空之城。让我们出发吧！刚才上这个大巴车真的是一阵慌乱，又是安检，又是要托运的。不过现在我们又可以上大巴了，开心。我们这一次不坐第一排了，坐第2排。感觉安全不少，但是视野相对也受限一点。不过还好，这个大巴车感觉比我们从这个利马来的时候坐的大巴车更高级，它这个椅子更像沙发的那种质感，非常柔软。哎呀，又可以好好休息一觉了。在秘鲁去很多地方，最主要的交通方式就是坐大巴。我们前2天从首都利马出来，已经玩了2个地方 ，Paracas 跟 Huacachina， 他们都非常有他们的风格，非常值得一转。还没有看过我们前几期视频的朋友，请一定要去看一看。今天我们准备去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 Nazca， 那边是古老 Nazca 文明的发源地，不过这个文明却突然消失了，至今都不知道 Nazca 人从哪里来，又去了哪里。那边具有2000多年历史的 Nazca Lines 更是世界未解之谜，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。黄石头山里来回穿梭，现在整个秘鲁南面靠近海岸的这一大片都属于沙漠气候，非常的干燥，零星会有一些小的村落跟农田，给这边带来一点点生气。哇，农田呢？你看。大自然的奇迹！你看，它这个地方卖了好多橘子，多少橘？天哪，这地方盛产橘子呀！哎呀，经历了2个半小时的巴士旅行，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今天的目的地。这个目的地叫做 Nazca， 这个也是个小城，而且这旁边都被那种黄土大山包围着，不是黄土高坡了，是真正的黄土大山。感觉我们现在往内陆走，气温越来越高了。现在外面感觉好热，我感觉外边地表温度最起码有30度。Nazca Lines 遍布整个 Nazca 周围很大一片区域，据说每一个 Nazca Line 组成的图形都很大，有100米到几百米那么大。观看 Nazca Line 最好的方式就是坐飞机，我们提前在网上买了机票，我们赶紧去机场那边。Nazca 这边的小机场有不少航空公司，都是带着游客去看 Nazca Line。我们订的 Aero Nazca 的这家，每个人的机票是70美金，还要再加这边的机场税跟景点的门票，大约20美金，所以一共一个人是90美金，差不多500多人民币。这个停机坪上，我们现在停了好多架不同航空公司的飞机，但是我们那个航空公司的那个 Aero Nazca 还没有回来，所以我们在等这个飞机呢。过一会儿估计我们就能上飞机了。你看 Michael 今天很帅哦，发现 Nazca 这边很帅。Michael 戴我这个小帽子，感觉带出了这个牛仔帽的风格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坐上这个飞机了，我坐最后一排 ，Michael 坐中间。不知道最后一排推背感是不是会特别强。
坐这种只有几个人的小飞机还是非常的颠簸的，特别是为了可以更好的看到 NASCAR Lines， 飞机要总是往左右两边倾斜。不过这些 NASCAR Lines 还是非常震撼的，这边大部分的图形都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，很难想象当年的 NASCAR 人是如何画出来这么大且规则的图形，又是为了什么？NASCAR Line 看得怎么样？ Line 看的是真不错，好多不同的形状，有小人，有小树，还有这个什么武器啊，还有那个圈圈，我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飞机坐我真的头昏脑胀，都吐了。还好当时抢救及时，那个旁边飞行员赶紧递给我个塑料袋，我就赶紧拿着塑料袋在那吐。那个飞机它开得到来回旋转90度，它是幅度特别大，而且特别快的。你刚刚这边看清楚，它就要转到那边去，就是真的，我就觉得这个飞机上不止我一个人吐，前面那个女的她也吐。我要找个地方休息一会儿。受不了坐类似海盗船游乐项目的小伙伴，坐这个 NASCAR Line 的小飞机要小心了，这绝对是海盗船的加强版，半个多小时一直上下左右晃。不过飞行员这么努力，也确实让我们看得不赖。飞行员也给我们解释了，经过2000多年，这些图案还保留了这么完好的秘密，就是这边的气候特别干燥且稳定，每年只有3到5厘米的雨。为了更好地了解神秘的 NASCAR 人，我们接下来准备去 Churchill Cemetery， 就是 NASCAR 人当年留下的一大片的墓葬群。据说那边有很多保存得非常完好的木乃伊。身后的这个墓葬群呢，当中呢有3具木乃伊，其中是一个成人的木乃伊，2个小孩木乃伊。成人这个木乃伊保存的特别完好，上面头发还在，而且他那个衣服那个布匹也还在。你会发现这个木乃伊他们的特点就是都是像这种盘坐着，这样2手抱在一起，然后呢面朝着东方，这个在他们墓葬的习俗当中是非常吉祥的象征。另外呢，刚才这个导游也说，就这些木乃伊，他们是2000年前的这个叫 NASCAR 本地的这个居民，他们在下葬的这个之前呢，当地的习俗都是要变成木乃伊之后再下葬，所以呢，再加上这边周围的这个气候特别的干旱，所以可以一直保存的这么完好。另外呢，这个导游也说，之前我们刚刚坐飞机看的那个 NASCAR Lines， 就是在广袤土地上的一些奇特的图案，他们就是由这些 NASCAR 古代的这些居民，2000年前的这些居民创造的。所以这些人创造了那些奇特的 NASCAR Lines， 但怎么创造的，谁也不知道。刚才我们这个导游又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 NASCAR 的历史，让我真的是非常震撼。NASCAR 其实在他们古原住民的这个语言当中，它的意思是 Land of Sufferings and Sorrow， 就是一个很痛苦的地方。那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常年干旱不下雨，所以水是非常非常缺乏的。然后考古学家就在想，那这些古 NASCAR 人，他们为什么还在这不搬走呢？后来就说，因为古 NASCAR 人是非常具有很强烈的这种宗教信仰的，他们觉得 NASCAR 这个地方是宗教的一个 power 所聚集的地方，他们也在这里建了那个举世罕见的那种 pyramids， 他们的金字塔，这种专供祭祀的庙宇。而且这些 NASCAR 人呢，他们呢，每个人呢，这个在死去的时候坐姿都是面向东，也印证了他们强烈的宗教信仰。另一方面呢，刚才这个导游说，这些古 NASCAR 人，他们去世的年纪平均都很年轻，大概也就30-40岁，之后呢就会因为自然疾病自然死去。
的这个山脉啊也很漂亮，但是这边因为太干了，所以空气当中其实尘土含量还是挺高的，所以你感觉那些山都雾蒙。这边这2个木乃伊，它是保存的也非常完好，而且他们留的头发都非常非常的长。这上面的头发都是他们原来的头发，大概都有1米长。这2个人呢，他们是当年的这个纳斯卡的这个古的巫医，叫 spiritual doctor， 就是精神上的医生嘛。哇，就是感觉啊，这2个人那个发饰也特别奇怪，还拿那个布带这样系上，穿的衣服也比刚才的几个木乃伊好很多。说明当时的这个宗教在大家心中是非常神圣，也非常重视。刚才导游说，这边那个古纳斯卡尔人，他们的历史大概只存留了600年，600年之后，这个文化就突然之间消失了，所以大家到现在也很难找到古纳斯卡尔人他们的语言是什么，他们为什么会画出那些很奇特的图案，就是那个纳斯卡 lines，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未知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巴士总站刚把我们的行李箱给托运了，还剩最后2个小时大巴才发车，所以我们打算呢，就这2个小时再逛逛这个纳斯卡小城。走走走，他们这个纳斯卡小城也有送外卖的，就跟我们的饭团外卖一样，他们这个叫 Rico Polo。你看，这是个学校。上小学了，这些小朋友他们这个放学凑在这个小吃摊上，这个小吃摊上卖都是小饼干，还有口香糖、各种糖果，但是好像没有烧烤，都是些零食。现在我们到了纳斯卡这个市中心最热闹的一条商业街，走走走。亲爱的，你看这边的公交站台上面的标志都是我们看的那个 Nazca Lines 这个图形。这个车来了，正溜。看那小男孩好快的，边玩还边踢着腿，摆的各种姿势。晚上这边的气候是真的凉快，白天啊虽然很热，但它这边早晚温差真挺大的，这种沙漠气候也是很独特的。这个是他们纳斯卡街头的这种 herbal 的这种草药的饮品，里面还有柠檬汁。哎，你别说啊，这个喝起来就是有那种柠檬茶的味道，就像是我们喝的那种韩国热的那种韩国柠檬茶，其实没有什么怪味，偏甜，但是酸味呢也有，挺好喝的，而且只要2所，物美价廉，相当于加币1块钱都不到。今天的纳斯卡一日游转得非常腐烂，远古的纳斯卡文明带给了我们神秘与震撼。现在的纳斯卡小城让我们感觉非常热闹和有烟火气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要离开这边，要坐15个小时的大巴，去到秘鲁应该说是最著名的城市 Cusco， 那里也将是我们4天3夜徒步重走印加古道的起点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一定要给我们点赞加订阅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离开纳斯卡了，在回大巴总站的路上，我们突然之间发现一家餐厅。现在晚上9点钟，队伍排超长。原来这一家才是真正的这个纳斯卡最火的餐厅，它是吃烤鸡的，叫做
Rico Polo，大家有机会可以过来试一试，我和 Michael 就不试了。